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48期。随着 NES 的主机在北美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美版的游戏阵容也逐渐充实起来。从1989年往后，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些美版独占或者是美版首发的卡带。早年这种欧美版的游戏在风格和侧重点上都和日版游戏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这期的介绍里，美版独占的作品就比较多。下面就进入本期的主题。芝麻街123。芝麻街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儿童教育电视节目，从1969年开始播出，持续至今。关于它的电子游戏其实很早就有，但来到 NES 主机上的时间比较晚。本作是 NES 上的第一部，后面还有其他的3部加一个合集。本作有明确的目标群体，属于教育类，适合3到6岁的儿童，由不同的迷你游戏构成，又分成了2个大类。第一类叫厄尼的神奇形状，魔术师厄尼头上会出现不同的颜色和形状，右边的帽子里也会出现一个图形，如果与左边的形状和颜色不同，按方向键切换右侧的图形，当出现相同的图形就按 A 或者 B 键，之后帽子里出来一只兔子，会对你表示称赞或者是摇头。这个类别下的迷你游戏选项从上到下逐渐变难，开始就是简单的形状和颜色，之后是组合图形和组合颜色，最后是复杂的混合。第2个大类叫宇宙的格罗弗，在这里和外星人一起数数，有2种玩法。一个 UFO 里放出几个外星人，在画面的下方先选择人数，答对后下方一间房屋的灯就会亮起，房屋全部点亮后，外星人格罗弗就会出现并跳舞。还有基于这种点亮房屋玩法的个位数加法和减法的运算。第2种玩法，控制画面下方的卫星天线，按照右侧飞船上的数字选择一组数量匹配的外星人，答对后飞船上升，同样有基于这种玩法的加减运算。这个游戏虽然针对学龄前的儿童，现在没有什么游玩的价值，但制作的水准还是相当好的，视觉效果和动画都很细致，音乐也不错，放在当时应该对小孩子很有吸引力。个人评价2颗星。特库摩棒球。特库摩也开启了家用机上体育系列，又多了一家厂商在棒球游戏上的竞争。这部作品仅在北美发布，没有日版。在这个时期，真实球队和球员数据已经是棒球游戏的基础配置了。本作包含了14支球队，都是基于 MLB 里的真实队伍，球员的名字使用了近似的方式处理。游戏模式除了大部分棒球游戏里常规的单人、双人和观看模式，多了一个全明星比赛，有2个赛区的全明星队伍，都是最好的球员。赛前能设置阵容，选择投手，进入到比赛内，进攻和防守时都以投手身后的第3人称视角进行。画面两侧除了上方展示比分和当前的信息，还实时显示1、3垒的情况。这样切分画面的方式，既可以把中间的投手和击球手的图形做得比较大，还能兼顾全局，算是一个不错的设计。投球和击球时，人物只能左右移动，不能上下移动，而且感觉左右来回就那么几个固定的点位。基本操作方式和其他的棒球游戏一样，投手投出去的球能调整速度、方向和弧度。在击球时需要判断是低击、高击还是水平击。球被打出去之后，视角会切换到传统的俯视类型。防守的控制相当稳定，队员反应迅速，还能跳起接球，但没有侧扑的动作。进攻队员跑垒的动作有些笨拙，一次操作只能推进1名跑垒员，如果有多人上垒就无法同时操控。单看这款棒球游戏的话，基础的内容都有，游玩的过程很流畅，攻守平衡性也比较好。一些细节的部分有些粗糙，像是投球时人物动作画面不太连贯。本垒的捕手是一个幽灵手套移动接球，如果把本作和南梦宫、泰东、杰里可的棒球相比，找不出什么优势来。个人评价2星半。万代高尔夫原始海岸挑战赛，东星开发、万代发行的一部作品。这不是万代的第一款高尔夫游戏，之前2家公司合作出过一款漫改作品《高尔夫园》。
但之前的经验并没有让这款游戏更好。名字里的原始海岸是美国加利福尼亚沿岸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因此本作是依照真实球场来制作的。开始选择模式最多2人游戏，然后是选择发球区、后方或者是标准，接着设置个人球技的等级。除了这些参数的设置，没有其他的玩法。一个标准的18洞球场，进入场地后，第一步用上下方向键在画面的顶端选择击球，查看球场或者查看分数。如果选择了 Course 查看球场，仍然是俯视的视角，可以使用方向键移动看到球场的全貌，按 A 键放大果岭。选择 Shoot 进入第2步准备击球，方向键左右移动白色的十字光标，调整击球的方位，方向键上下切换球杆，确认后进入第3步，通过下方的横条控制挥杆的力度。紫色和红色的区域是切球和勾球的位置，这和之前的高尔夫游戏类似。游戏里从准备阶段到进入击球的阶段，球场的视角是不会变的，击球时人物出现在画面的中央。实际上这是一个偷懒的设计，少了人物击球时的场景描绘，只用一个俯视图就能完成整个游戏。缺少的还不止这些，球杆、球场的障碍以及果岭的距离都没有说明，基本上要靠感觉来操作。这部作品标榜的特色是模拟真实原始海岸球场的物理效果，包括该球场著名的强风。不过这让击球的操控变得更加难以把握，成了一款蹩脚的高尔夫游戏。个人评价2颗星。13号星期五，由阿特拉斯开发 LJN 发行的一款动作游戏，只发布了美版，改编自同名的恐怖电影。这是80年代美国著名的低成本恐怖片系列，该系列中有一个叫做杰森·沃尔西斯的连环杀人魔。在游戏里，地点设置在叫做水晶湖的露营营地，玩家要控制营地的6名辅导员，目标是要保护15名儿童不受杀人魔的侵害。一开始从6个辅导员当中选择一个，他们有不同的属性能力，体现在攻击速度、移动速度、跳跃力和划船的速度4个方面。之后来到营地内，开始是一个横版的场景，按暂停键显示大地图，不同的辅导员初始的位置不同，玩家控制的人物扔石头攻击，敌人主要是僵尸、乌鸦和狼，消灭敌人会掉落重要的道具打火机，还有升级武器飞刀、钥匙以及恢复生命的药瓶。营地内很多的小木屋可以进入，进去之后切换成人物后方显示的跟随视角，右侧有4个指令选项，有的木屋内会找到壁炉，用打火机将它点燃，有的木屋内能发现带有信息的便签，告诉玩家后续的去向。在这个过程中，杀人魔杰森会时不时的出现，当他出现时音效会发生变化，查看地图上闪烁的绿色图标就是杰森的位置，要在60秒内赶到杰森所在的地点，经过有湖的地点还得划船，要是超过了60秒，该地点的小孩或者辅导员就会被杰森杀死，全部死亡，游戏结束。在地图上如果发现人物离得太远，可以切换控制其他位置更近的辅导员，但人物之间的道具和武器不能共享。找到杰森后要将他击败。前面提到的点燃壁炉另有用处，将所有的壁炉点燃后得到道具手电筒，然后进入洞穴，在这里找到并消灭杰森的母亲，一个美杜莎的头，击败他后能解锁更强的升级武器。游戏里从早到晚的变化经过1天，坚持3天就能通关。在这段时间内，杰森除了在房屋内突然出现，每天还会在横版的场景里出现。横版场景里击败他后会显示一段话，说他变得更强。击败美杜莎的操作也能反复执行，以此解锁更强的武器。这款游戏设计的玩法很不受欢迎，大量的重复内容，就那么几个元素不停的循环，场景上基本没有变化，动作和战斗也十分的单调，玩了一会儿就感觉相当的无聊。个人评价2颗星。Q 伯特，一款街机的移植作品，原版游戏是1982年由一家叫做 Gottlieb 的美国公司开发的，时间比较古早了，当时在北美市场很受欢迎，这也是该公司唯一一款成功的街机游戏。后来很快就登陆到了雅达利主机和一些电脑端口。NES 的这个版本由科乐美在北美的子公司 Ultra 发布。本作是解谜类的动作游戏，
使用等距图形来实现伪 3D 的效果。玩家控制一个怪异的红色生物 Q 伯特，在一个由方块构成的金字塔形状的场景内，以对角线的方式跳跃，将所有的方块染成相同的颜色，就能进入下一关。开始游戏前有一个操作说明的动画，只需要用到方向键控制。场景里有不同种类的敌人，他们会干扰 Q 伯特的行动，不能碰到这些敌人。关卡从易到难，前面的部分有几种敌人到处移动，还有长成弹簧形状的蛇，它一出现就会一直追着玩家角色。到后面的关卡，一个方块要多次跳跃才能得到要求的颜色，还会出现新的怪物，它能将改变的颜色再变回去。这类怪物可以通过踩踏将它们消灭，能利用闪烁的彩色圆盘道具回到金字塔顶部，此时敌人会消失一段时间，有时候还能得到让敌人暂停的绿色小球。每完成4个关卡，难度上升1级，完成9个难度级别即可通关。这部作品体现了早期经典街机的特点，良好的游戏性，规则简单，不断循环，容易上手。游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到后面不但要具备快速的反应，还得提前对路线做出预判，是一款不错的休闲作品。个人评价3颗星。特库摩美式足球，这也是一款街机移植的作品，原版于1987年发布。之前红白机上有2款美式足球的作品，但本作这个 NES 的移植版是首款获得了 NFL 球员协会授权的家用机游戏。可选的12支队伍都是以真实的 NFL 球队为基础，每个队伍的球员也是依据当时真实的情况，不同的队伍有自己的特点，球场上也能明显的看出不同球员的差异。开始的模式有单人、双人和教练3种，双人和教练的模式都是2个玩家对战的形式。单人模式下选择一个球队，要逐一击败全部的对手。进入比赛后采用的是横向场地的观看视角，每个队伍场上有9名队员。进攻时 B 键是传球，反复的按 A 键能躲避对手的情报；防守时 B 键飞扑拦截，连按 A 键躲避攻方队员的情报。每次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会出现一个战术面板，显示4种战术，攻守双方都要使用方向键选择其中的一个。进攻方依据选定的战术发动，防守方如果选择了相同的战术，表示已经成功的识破，有很高的机会阻止这次进攻。在踢球的时候，画面上方还有一个滚动的力量量表，如果是最大的力量时，按下 A 键可以将球踢得非常远。游戏的玩法并不复杂，但呈现的效果很好，操控稳定，玩起来也相当的流畅。人物跑步、争抢时的动作很细腻，还经常能看到球员被撞得飞起。从奔跑速度和力量上能感觉到球员的差别。这是到目前最好的一款美式足球游戏，还很适合双人对战。91年推出了续作《特库摩超级碗》，让这个系列在当年一度成为该类型的代表。个人评价3星半。世界摔跤联盟狂热摔跤，由 Rare 开发 Acclaim 发行的一款摔跤对战作品。红白机上之前也有过几款摔跤游戏，本作的卖点是拥有 WWF 世界摔跤联盟的授权，这也是家用主机上首款 WWF 的游戏。Acclaim 在获得了授权之后的10来年的时间，陆续发布了不少该系列的游戏。NES 上也有几部续作，可以单人对抗电脑或者双人对战，有标准和锦标赛2种模式。标准模式只玩1场，锦标赛模式战胜全部的对手夺冠，还能任意设置玩家的人数。总共6个可选角色，他们都来自当时世界摔跤联盟里的真实人物，头像和图形也都是参照了真实人物制作的。6个人分别是绿巨人霍根、巨人安德烈、猛男兰迪萨维奇、100万美元泰迪迪比亚斯、巴姆毕格罗和小混蛋。本作的特点是，虽然基本的操作有一定的共性，但6个角色都有自己一套专属的动作，相同的操作方式，不同的人物做出来的动作也可能不一样。基本操作 A 键出拳 B 键踢腿， AB 一起按是朝背后攻击，奔跑后结合 A 或 B 有不同的动作，方向键上和下结合 A 或 B 也有不同的动作，包括压制对手、头撞等等。有时候选手被攻击，他的皮肤会变红，表示他变得愤怒，此时的攻击伤害会更高。场地里有时还会出现道具，拿到后能回复一定的生命值。
由于用了这样一种个性化的设计，操作上并不通用，上手得花不少的时间，每个人物还得单独练习，但这些动作并没有太多的策略性和深度，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仅仅是普通的互殴，人物之间的能力也并不平衡，存在较大的差距。即便是带着第一款 WWF 主机游戏的名头，这还是个低劣的作品，个人评价2颗星。汤姆的冒险游戏的原名直译是《汤姆索亚历险记》，改编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经典的同名小说。首先发布了日版，同年9月发行美版，两个版本主要在关卡顺序上有些区别。值得一提的是，同年的11月，史克威尔也推出了一款汤姆索亚的角色扮演游戏。本作总体上是一款横版的动作作品，人物除了原著里的汤姆，还有他的伙伴哈克贝里作为2P 角色登场。游戏的故事是汤姆在学校上课时打瞌睡，他在睡梦中展开冒险，击败了坏蛋乔，并救出了自己喜欢的女孩贝奇。汤姆的攻击方式是扔石头，常规的道具种类比较少，最常见的是带有字母 T 的方块，积累20个奖励1条生命，获得的数量显示在左上方。骷髅图案的方块有负面的影响，拿到扣除10个 T。弹弓道具，一段时间攻击方式变成用弹弓射击。还有一个爱心的道具，是短暂的无敌效果。总共有6个关卡。在日版里，第一关是俯视的视角，汤姆划着木筏在河流里纵向推进，类似一个射击游戏，但主角还是可以跳跃。BOSS 是一只大鳄鱼。后面5个关卡都是横版。第二关森林，对付几种动物和昆虫，还有戴墨镜的猴子。BOSS 是6只猴子组成的大猩猩。第3关鬼屋，面对骷髅、鬼魂和木乃伊，还有2个小 BOSS 骑士和女巫。关卡 BOSS 是巨大的石像。第4关天空，都是些飞行的敌人，也会出现小 BOSS。关卡 BOSS 是飞艇，汤姆坐在云朵上进行攻击。第5关海盗船，敌人主要是海盗和老鼠， BOSS 是一只巨大的章鱼。最后一关的场景是洞窟，在这里击败最终的 BOSS 乔。美版的关卡是将日版的第5关海盗船提到了第1关，后面的关卡顺序不变。这部作品没有什么突出的设计，玩法就是普通的动作过关，音画水平也一般。每个关卡的主题很鲜明，奇幻和童真的氛围感很强，是一款不会让人讨厌的游戏。个人评价2星半。瓦墙世界，南梦宫发行了一款横版动作作品。游戏推出后，因其可爱的角色形象和精良的制作，吸引了不少女性玩家。后来推出了好几款续作，也形成了一个系列。主角是一个外形类似恐龙的机器人，疯狂的科学家恶魔博士占领了瓦墙世界，为了拯救家人和他的家乡，主角要与恶魔博士战斗。瓦墙攻击的方式是发射音波炮，不能消灭敌人，但能震慑对方，吓得敌人一段时间不能移动。此时可以利用敌人当作平台，跳到他们的头上。主角是祭死的设定，拿取场景里小瓦墙图案的道具，音波炮的威力可以升级，升级后攻击的文字变大，将敌人击晕效果的时间更长，升到4级获得一段无敌的时间，但无敌状态消失后，攻击威力会回到最初的状态。关卡的末尾有时出现 BOSS， 这里并不是动作形式的战斗，而是和 BOSS 进行小游戏对决，包括词语接龙和神经衰弱。2个小游戏都有时间的限制，达成要求的分数就能过关。游戏的关卡并不是完全线性的，可以用多种路线通关，有的地方还能发现传送区域，能跳过部分的关卡。到了后面，关卡的难度上升，普通的声波炮有时也不好用了，能获得超级声波炮和瓦墙直升机等能力，但这些并不是通关的必备品。最终的 BOSS 恶魔博士的小游戏对战要求很高，通关后可以开启里世界再次游玩，主要的区别是少了直升机这类的道具。最终 BOSS 的对话也有些不同。除了最后的 BOSS， 这款游戏的整体难度不算太高，角色的跳跃力很强，后面拿到了特殊能力也能降低难度。画面风格和音乐展现出一种轻松的氛围，个人评价3星半。赤龙王，这是一部漫改作品，改编自本宫弘治的同名漫画，1986年到87年连载于 Jump 的少年周刊。
在此之前，本宫弘治创作了著名的漫画《吞食天地》，同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题材，《赤龙王》也被称为《吞食天地》第二部。漫画的内容基于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楚汉争霸的这段历史进行创作。大家都知道，这种漫画故事情节喜欢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上各种魔改。不过相比于《吞食天地》，《赤龙王》的改动并不是那么离谱。游戏采用了文字冒险的类型，忠实于漫画原作。玩家控制刘邦作为主角，从配线开始，画面上半部分是场景图片，右上方始终以汉字显示当前的地名，下半部分的卷轴上各项行动指令和对话信息交替呈现，指令也是常见的那些对话、查看、探索、移动等等。到特定的情节，有时会出现战斗的指令，不过这款游戏里战斗指令基本算是推进故事的选项，只有合适的时候选择才有用。和其他的漫画改编的这类作品一样，很多的时候错误的选择会导致游戏直接结束。整个的故事有10个章节，但流程并不长，基本上算是以文字冒险的形式展示一个浓缩的故事。从一款游戏的角度来说，本作没有太多可玩的内容，当做一个故事来看又差了点意思，不如去看漫画的原作。个人评价2颗星。侦探神宫寺三郎危险的2人后篇。红白机上侦探神宫寺三郎系列的第3部，由于容量的原因分成了前后2部分。前篇是88年12月发布的，系统方面在前篇已经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以下为整个故事的简要介绍。杨子接到同学冈崎金子的邀请，前往铃鹿观看摩托车比赛。金子的丈夫冈崎胜二是参赛车手，在比赛当中意外发生了事故，受伤的冈崎被送往医院。当神宫寺赶到医院后，发现被送进来的并不是冈崎，而是一个叫做田村的男子，冈崎却失踪了。回到车队下榻的铃鹿旅馆，又发现金子被谋杀。经过调查得知，冈崎准备转会到其他的车队，但被要求支付一大笔钱，并被威胁。另一方面，所在车队的赞助商大谷涉嫌走私，在医院的田村后来也死于车祸。神宫寺在调查时意外遇到了冈崎，并追踪到了公园，发现他也被杀。之后车队赞助商大谷也被发现死在山里。最后玉院洋子的前男友高山永介出现，他是走私集团的关键人物。在他提供了信息之后，才明白所有的死亡人员都和走私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并理清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本作中从杨子前男友的出现并牵涉案件，到最后和神宫寺的关系从单纯的助手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对2个主角人物有了更深刻的挖掘，不再只是作为探案的工具人，算是这一部作品的主要突破。图形的制作很细腻， BGM 的曲目数量比前2部要丰富一些，总体评价3颗星。山村美沙悬疑系列，京都花之密室杀人事件。泰东发行的山村美沙侦探冒险系列的第2部作品，第1部是1987年12月的京都龙之寺杀人事件，在第30期介绍过。山村美沙是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被誉为日本的克里斯蒂，代表作是凯瑟琳系列。凯瑟琳是一名住在京都的美国记者，父亲是美国的副总统，业余爱好推理解谜。在游戏内和前作一样，凯瑟琳并不是主角，而是以辅助的形式帮助玩家破案。玩家扮演的主角和凯瑟琳是朋友，他是一名游戏设计师。虽然主角的职业设定和前作一样，但和之前的内容以及本作的案件并没有联系。本作的故事围绕着一个叫做金本流的插花流派展开。在一次插花展会上，金本流的头号代表人物松野爱子被杀，是典型的密室杀人。作为被害者朋友的凯瑟琳进行调查，牵扯出金本流的各色人物，围绕着各自的利益展开争夺。在弄清他们之间复杂关系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连环杀人案件。系统上的特点沿用了前作里图标指令的设计，选择图标后，在画面的右侧再以文字指令的形式显示子菜单。本作的图标指令做了些优化，根据场景的不同显示不同的图标，缩小了命令的范围。出现凯瑟琳头像的图标时，依然可以寻求她的建议。在主角的房间里有一个日历和一个时钟，时间和调查的进度同步，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设计，能清楚地判断当天的调查是否已经完成。本作依然以京都为舞台，加上插花作为主题，
有一种华丽典雅的独特氛围。故事依然不错，系统上的优化解决了前作当中重复操作的麻烦，也没有了之前的 bug， 是一个重要的改进。另外，凯瑟琳的引导也很清晰，结合下来能比较流畅地推进故事。游戏卡带使用了1兆的容量，放在这个时期属于小体量，场景比较少，来回来去就那么几个地方，流程也不算长。个人评价3颗星。红白机 Jump 英雄列传，东兴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动作角色扮演作品。游戏是为了纪念集英社的周刊少年 Jump 20周年而制作的，将旗下众多作品的人气角色汇聚到一起。当时在日本的国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主角可以自己起名，默认名是桥本，取自桥本鸣人。男孩桥本在阅读 Jump 杂志的时候，突然被吸入了书中，来到了 Jump 世界，在这里汇集了 Jump 的各种英雄人物，也有大反派。这些大反派集合起来，以短笛大魔王为首，企图统治世界。主人公要集结来自16部不同作品里的英雄，与大反派们对抗。队友都是当时的人气角色，作品包括了北斗神拳、龙珠、城市猎人、圣斗士、JoJo、足球小将等等，还有些其他的作品里的角色，虽然不能当队友，但也会出现在 Jump 世界当中。登场作品的总数达到了33部。俯视角的形式控制人物移动，敌人在地图上可见。接近后切换到战斗状态，战斗是计时制的，画面的下方显示的爱心表示生命值，下面一行的十字图案表示人物的力量水平。一开始很弱，不断的击败敌人能提升力量。有2种攻击方式，近战出拳和远距离的射击。远程攻击有时间的间隔，间隔的长短取决于右下方上颚值的倾向，越靠近善的一边，发射的间隔越短。让自己变得善良的方式是不断的购买并阅读 Jump 杂志。有些特定的行为，如攻击好人、小游戏失败等等，会增加邪恶值。敌方根据类型的不同，也有近战和远程，其中又包括了几种不同的行动模式。Jump 世界分成了5个大的区域，区域里又分成了现在和过去2个时代。每个区域的一个时代对应一个或者几个漫画作品的主题，最多带2名同伴一起上路，而且找到的同伴被限制于所在的区域和时代。当主角到了其他的区域和时代，同伴会自动离开。每个同伴加入后，近战、远程和力量的属性都不同。前面的几个区域基本上要按顺序击败 BOSS， 没有完成的话，直接到后面的区域无法进入城镇和设施。在每个区域的特定地点能触发不同的迷你游戏，包括特殊的 BOSS 战和其他游戏2种类型。在 BOSS 战被击败，同伴角色会死亡，用龙珠雷达找到7颗龙珠，能让阵亡的同伴复活。完成5个区域的内容后，有一场最终的对决，13个反派集结在一起，采用1v1的 RPG 选择指令的形式对战，主角不能参战。理论上其他的同伴可以任选，但可能会被对手拒绝或者无法取胜。最终战斗时，同伴角色会使用自己的标志性技能。这部作品的各种角色聚在一起虽然很热闹，但整个的这套系统设计让不同的作品被完全割裂开了，没有统一的世界观，角色被限制在自己的区域和时代，干着自己的事情，最多带2个同伴，而且所有的战斗都是1v1或者1v2，最终决战的跨作品战斗只能算是象征性的，至少应该像后来的激战那样，有一个主线把它们串在一起。从 RPG 的类型来看，内容也非常的单薄，对话很少，普通战斗的元素也不够丰富，画面水平不高。不过仅凭着角色人气和原作中的经典再现，已经足够让粉丝买单。游戏在日本卖出了110万份，个人评价2星半。罗杰兔，这是 Camco 在磁碟机上发布的一款动作益智作品。罗杰兔是1988年迪士尼的电影《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角色。89年的9月，本作又推出了美版卡带。由于版权的问题，美版的主角被替换成了兔八哥，游戏名也改成了兔八哥的疯狂城堡。后来有了以疯狂城堡为主题的系列，大部分的续作都发布在掌机平台上。这个系列里的角色不太固定，有的是兔八哥，有的是米老鼠，或者是啄木鸟、伍迪等其他人气卡通角色。在本作磁碟机的版本当中，玩家控制罗杰兔，每关的目标是要收集场景里全部的爱心。
完成后即可过关。罗杰兔不能跳跃，只能依靠楼梯、管道等等，在高低不同的平台之间移动，同时要躲避来回走动的敌人。场景里除了爱心，还有其他图案的道具，包括木箱、拳击手套，可以利用这些道具来对付敌人。在一个关卡内，被消灭的敌人不会再次出现，尽量干掉他们是很有好处的。不同的敌人行为模式也不一样，总共60个关卡，有横向卷轴的形式，也有纵向的。过关后会得到一串接关密码。磁碟机版最后的结局画面很不错。在 NES 的版本里，除了主角被替换成了兔八哥，敌人的图形也替换成了对应动画中的角色，包括希尔维斯特、达菲鸭、歪心狼和约塞米蒂。爱心也换成了胡萝卜，不过关卡的结构和磁盘版没有太大的区别。最后结局动画就没有罗杰兔那么好看了。作为一款休闲类的动作益智小游戏，本身没有太大的缺陷，可爱的画风有一定的难度，60个关卡缺少一些递进和变化的元素，操作做得不太好，控制角色移动，松开方向键以后总要多走2步，连续游玩会略感无聊。开发方可能也发现更适合放在掌机上来打发碎片时间，个人评价2星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下期接着看88年2月发布的游戏。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